iPhone 17 Pro Max vs S25 Ultra 的机皇对决。那两大阵营呢，在 iPhone 17 Pro Max 今年终于加入了这个高画素长焦之后，终于非常相近了吗？那如果你追求的就是演唱会神器的话，那我建议你直接选。热血手游用户的话呢，反而建议选。那综合 CP 值里面的首选的话，我会给。黑道苹果店，那现在 iPhone 17 Pro Max 正式上市，那我们也实际测完了一轮。那很多人都在问啦，对比现在三星的机皇 S25 Ultra 来说，这两者哪一个比较高 CP， 哪一个比较推荐？那我们会用日常比较的这些方式来帮大家做分析。那不论是散热的比对，我们也是用这种日常拍摄的方式。那甚至我们到拍摄影片跟相片来用的样张也都是一样，我们不会套上任何的滤镜，不会做任何的后置，会跟大家自己日常拍的最接近。那希望这样的资讯可以提供大家参考。那同时我们也会加入现在市场上面的价格来做一些分析哦，我觉得这一点算是蛮需要列入考量的。那开头一样，我们先给大家懒人包，那分成不同的族群来建议。那第二阶段呢，会比较细的去看一些细节再来做分析啦。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知道的话，那看完第一段就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吧。那第一个族群呢，就是你想要追求的就是最佳的演唱会神器。那你当然最着重的就是在他们长焦镜头的表现。那目前测试呢，不论是影片还是照片上来讲，我们看到都是 S25 Ultra 上面的表现是比较好一点。那当然除了它本身感光元件或它使用的也是5倍镜来讲，那排除这一些呢，它在演算法上面是比较积极一点。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拍摄远处，不管是拍照或是录影，真的是要很追求它的清晰度，那你在 S25 Ultra 上面都会得到更清晰的画面。那我们不能说差距到非常大，但是我觉得都是要追求最长焦的话，那你就是要演唱会神器。那可能今年还是首推这一台。好，那第二个族群就是你是日常拍照跟录影的需求。那首先先说拍照，那当然如果你一样除了演唱会之外的需求，你就是要拍得更远一点的话，不管是小孩的演唱会啊，或者旅游想要拍远一点，小孩的比赛，那和上一个演唱会神器的道理也是差不多一样，就是选这一台，因为毕竟它在长焦的录影跟照片上面都是略赢一点。那同时是自己平常拍，尤其有到人物啊，到这个肤色上面的表现的话，那韩系手机它直出来的这个肤色，对东方人还是稍微友善一点。那就像很多人喜欢这个皮肤稍微显白，不要偏黄偏红这种感觉。但是 iPhone 17系列呢，他们今天在摄影风格里面多出一个亮白的选项。那我个人觉得这点是非常针对东方人肤色的需求，所以啊，终于可以稍微显白一点。但这一点呢，就是单纯在拍照上面可以使用，录影就没办法使用。那下一点我们讲到录影的话，一直以来就是 iPhone 的强项。那我们这边就先排除演唱会用途了。那这边我觉得不管是你是父母要拍小孩，或者是你平常出门旅游拍 vlog， 综合性的录影效果来说，个人觉得今年还是 iPhone 稍微胜出一点。那尤其我觉得今年17系列它演算法上面它的明暗分布，尤其针对你要拍摄的主体，它都有更加优化。所以在我们自己测试下来，我觉得综合的录影表现呢，今年 iPhone 还是稍微胜出。另外加上这一次一个新的大重点，就是它的前置镜头哦，在你平常要自拍啊、录影或是拍照的时候，它都可以让你直接垂直的拿，就可以拍摄横式或者直视的照片跟影片。那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对经常用前镜头来录影的人来说，拍摄 vlog 的人来说是更加的方便，所以这一点也要考量进去。那第三个族群呢，就是在手机这个质感、握感、材质上面非常重视的人。那这边也有不同的优势跟劣势。那首先我们先讲重量 ，S25 Ultra 它就是比 iPhone 17 Pro Max 轻了15克，那同时它的厚度也少了0.5公厘，那上手的轻度其实是有感的。那整体的重量我们通常还会再考量，你会加上保护壳或者保护贴，那大约再加个30-40克上去。所以常常嫌手机重啊，手持在滑手机，觉得说这个重量是有负担的人，我觉得稍微轻一点呢，还是有优势存在。那手感来说呢，虽然说这一次我们刚刚提到了 iPhone 17 Pro Max 它是比较厚、比较重一点，但是因为它后面有这个修这个圆弧的这个设计后，所以在裸机的握持感上面呢，这一次我觉得是 iPhone 17 Pro Max 稍好一点。它真的这样手持握起来，在滑的时候是比较舒服，但是这是裸机使用者啊，其他的人可能会上保护壳吧。那以材质来说呢，这次 iPhone 17 Pro Max 它的这个背板啊，还有侧板就不再是钛合金，那改成铝合金，为了帮助它的散热或者减轻它的重量，但是还是比较重。那整体硬度来说，它就肯定会比先前的钛合金或是对比 S25 Ultra 钛合金来讲，还要更容易刮伤。那尤其我们看到这个苹果商店的现场展示机啦，很多现在新的 iPhone Pro 系列背部都已经充满痕迹，所以以材质来说，你就是要追求最坚硬的话，那自然就是今年的 S25 Ultra， 那或是你可以买到去年的 iPhone 16 Pro Max， 它还是钛合金。那当然保护性上面，我还是建议都上手机壳吧。今年的机皇之争到底谁会赢？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今年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全面改成铝合金，对比先前是更容易摔出一些坑坑洞洞，也更不耐刮。那有没有超级耐摔
摔的手机壳呢？有，就是 Casetify 的终极防摔手机壳，通过最高6.5公尺的超越军规防摔，那就是2层楼高都可以安全通过保护你的手机。那全新升级多功能弹力保护角，强化角落的结构，搭配压缩勒条与空气腔体，边框坚固耐用，不用担心。那再来还有功能性满满的镜面手机壳，在背板即使不含玻璃材质的同时呢，也可以达到镜子相同的效果，怎么摔都不会担心有玻璃碎片出来，超级安心。那这2款呢都有增加 Dual Lock by Casetify， 可以防止边框脱落，也都有内建相机控制键的按钮，操控性完全都不用妥协。那保护性都做到最好之后呢，配件当然也要到位。那我们今天一次介绍3款 Casetify 的配件给你。那首先就是这一款 Snappy 磁吸卡套支架，吸上去打开之后呢，可以支援水平或是直立的摆放，多个角度都可以直接站稳。那整体的设计呢，非常的轻盈纤薄，内藏卡片收纳，单手也可以轻松拿取。那再来也有更轻盈的 Snappy 磁吸手机支架，一划开就直接是支架。那平常吸在手机背后呢，存在感超低，但还是可以带给你多功能的应用情境。那如果你选镜面款的话，它也直接是一个镜子。那下一个呢，也是外出必备，超薄的 MagSafe 行动电源，那里面有5000毫安时的大容量，可以提供高效快充。那厚度呢，只有1.09毫米。那磁吸行动电源最怕这个力道不够，对不对？那可能你放在包包或口袋里面，它掉落了你都不知道，等于白充电。那所以呢，它有高于1000克的超强磁吸力，你看这样它不会掉下来。那所有的配件呢，当然也都延续 Casetify 的传统，有超多丰富的印花图案任你挑选。同样，你可以印制专属的刻字图样在上面。就像从壳到配件呢，都是一整套的搭配。那我们的观众当然有超级独家的85折优惠。那不止 iPhone 17的新品，连3星的周边也都适用，超级难得。那输入我们的折扣码，或是点选下方的折扣链接，就可以直接使用咯。好，那下一点我们就来讲 AI 的热血用户，因为现在 AI 工具大家都应该日常使用的状况算蛮多的。那你想要在目前的当下就体验最多 AI 工具，或是第一方结合在手机里面跨 App 执行的话，那同时也要有繁体中文。那现在目前就是 S25 Ultra， 但我觉得老实说，其实也是因为 S25 Ultra 它就是使用 Google 的 Android 系统。那以在 AI 这个实际应用啊，在手机上面行动装置上面的应用来讲，那刚好现在 Google 就是在 AI 方面的应用，针对消费者端的整合。如果你要说 Google 是第2，应该没有人敢说是第1，因为毕竟本来 Google 就是深耕 AI 多年嘛，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要考虑起来，目前 S25 Ultra 就是最直接可以使用第一方资源 Gemini Live 的地方，所以这方面呢，当然就是 S25 Ultra 有最直接针对 Gemini Live 的第一方资源。那加上照片上面 AI 生成啊，还有你在实际里面的应用啦，像是这些日常的文字摘要、录音的语音转文字，那或者重新撰写这些部分，也全部都有支援繁体中文。那以未来的资源性来说，因为 Google 他们在 AI 上面的应用一直都是非常偏好从云端运算，应该说他们不会排斥云端运算，虽然他们有些时候也可以本地运算，但是 Google 也跟他们过往的工具一样嘛，就是非常在意这种云端的资源性，所以蛮多这些 AI 功能在旧的机种他们也都是会下放下去。所以你担心说，如果未来有更多 AI 功能要应用的话，针对旧机种的资源，其实这一点呢 ，Google 算是蛮容易，或者是说蛮乐意下放。像你们现在买到 S23系列，可能都还可以用非常多 AI 功能。那以苹果来说呢，看起来目前他们的方向是比较想要走本地运算。那未来针对旧机种的资源，比如说他们 AI 可能要等个1-2年再完整推出的话，那针对现在现今的机种会有多少资源？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真的等他们推出，我们才会知道了。好，那下一个族群呢，就是很现实啊。如果你手上就是有2到3个苹果生态系的装置，那其实这个也是每年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哦。那我觉得如果你手上就单纯只有 AirPods 的话，那其实还好，转换过来不算太难。那 AirPods 其实你说要连 Android 的装置来使用，可能有一些特别功能不能用，但大致上都还 OK。那或者说你真的要换你的耳机品牌，也不算是一个太大的消费。但如果你的手上有 Apple Watch、有 Mac、有 iPad、有 Apple TV、iCloud 什么等等，你生态链的依赖性真的很重的话，我觉得就要考虑清楚。那 Apple Watch 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资源转换过来。那其他 AirDrop 的话，可能有代替方案。但如果你像是使用 Apple TV 要结合遥控啊，你的 HomePod 可能又结合家中的其他生态装置，还有你很多东西都储存在 iCloud， 虽然可以转换，但是有点麻烦。那你生态链真的都是仅仅被苹果锁住的话，我觉得不要麻烦的话，还是就是买 iPhone 就好。那如果你想要慢慢的就是规划出提高你自己的自由性的话，那可能像有人会开始可能耳机去买 B&O 或买 Sony 的，反正就是买第三方的品牌，然后平常储存这些空间尽量转移到 iCloud 或者其他的云端空间。那当你对单一的生态系的依赖性降低之后，未来要再转换系统就会更加容易。好，那第6个就是热血手游用户啊，那这个我觉得有几点考
考量，如果单纯讲处理器的表现，那这次 A19 Pro 它毕竟就是热腾腾才刚推出，那整体的表现真的非常好。那排除主流游戏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手游它也是针对 iOS 系统有更多的优化。那加上这次 iPhone 17 Pro 系列他们的 VC 均热板啊，还有它整个散热机壳的设计，我觉得综合表现来说，这次 iPhone 17 Pro 系列都是更好的。不过你要考量的一点啊，像是苹果端嘛，他们今年在数字系列没有推出大荧幕的选项，所以变成说你要买大荧幕，你就一定要上到17 Pro Max。那如果你是这种综合 CP 值考量的用户的话，那我们先说啊，这两个品牌的旗舰机推出的时间点大约半年的时间差，所以 S25 Ultra 大约是1月2的时候推出，那到现在这个周期也过了差不多一半。那加上三星它手机推出的时候，它的价格上面它会有比较多一些优惠跟赠品，所以它定价本身就是稍微虚报一点，所以这也代表说它在中间的周期或者是隔代来说，它的折价空间是更大的。那我们以现在 iPhone 17 Pro Max 它256GB， 它的起价就是44900，那你在 Costco 可以买到折1000多块，大约43000左右。但目前现在这个当下都是缺货的。那 S25 Ultra 如果你买到256GB 的话，像手机行外面价格是32000块上下，还是足足差了1万多块。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拍爆演唱会或旅游的照片什么的，你想要买更高容量我们算 1TB 的版本的话，现在 iPhone 17 Pro Max Costco 的 1TB 要57000，但是还是抢不到，现在都是缺货。那 S25 Ultra 它 1TB， 然后它的记忆体是16G 的版本，现在手机好像是42000有找，所以这两者如果都买到 1TB， 差距到15000。所以综合 CP 值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考量，因为每个人对手机它要使用这个价值观跟时间的这个年限都不同，所以你就选自己觉得最合算跟实用的就好。好，那以上就是一些族群的这个分类。那如果没有包含到你的使用情境的话，就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加入我们的苹果讨论群啊，那里面大家都可以继续再深聊一点。好，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来讲更细一点，比较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情境跟对比，还有一些照片的样张给大家看。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外观啊，当然铝合金跟钛合金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耐刮跟耐摔的程度上会有点差别那尤其现在在苹果的专卖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台有很多刮痕，但是我觉得也要考量说它毕竟是展示机嘛，那很多人在去看展示机的时候也没有非常的小心，那加上都是这裸机的摆设，所以人来来往往就比较多，容易有痕迹。那这个无解裸机派就自己注意，或者装壳或是包膜。那我们对比回来 S25 Ultra 它这次维持钛合金，那钛合金相对本来就是更硬更耐刮，那当然摔到来说还是会有痕迹，但是对于铝合金那种直接凹下去来讲它还是比较坚固。那另外提到的一点像我们这一台其实用了半年，那手机壳常常拆拆装装，但是旁边钛合金的边框都没有任何的痕迹，没有任何的刮痕。那另外一点呢，像我们这种手机常拆装的人，甚至如果你有用以前 iPhone 铝合金的版本像我们 iPhone 6啊、iPhone 7啊，那你应该会记得当年就是手机壳装上去，大家可能不会常换的话，那里面会有一些微小粒子跑到手机壳里面。那有时候它在这个小的空间里面自己会有一个细微的摩擦，那会变成说你可能过1年之后手机壳拿下来，那一些摩擦颗粒都会没有办法去除掉，因为它就是已经挂在上面。那也是因为当初那种状况，很多人都会去包膜。那这些部分其实在钛合金上面就是完全基本上不用去担心这个部分。等一下，我刚细看，因为我这个有拆装壳2、3次 ，iPhone 17这边好像已经有一点小痕迹出来了，但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拆装壳很多次我也不能说它就一定是它的问题，但是铝合金嘛，铝合金就是这样子，那大家就自己多注意可能壳不要常常拆装，或者是建议好好保护吧。OK， 那下一点我们就来看散热的比对。那我们一样是录影15分钟，然后拍摄4K 60帧 HDR 的影片。那可以看到 iPhone 17 Pro Max 最后的温度。正面来要39.6度，那背面是40.5度。那对比前几代都有明显的进步。那我们实际在外面录影降温的速度也蛮快的。但是 S25 Ultra 它的表现又再更好一点。那录影完毕之后，它的正面是36.7度，背面是38.7度。那我们那天其实这2台都有实际在外面一起在做拍摄做样张的比对那天外面其实还蛮热的那这2台其实在外面长时间录影跟拍照下来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们没有碰到任何过热宕机的问题。那下一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相机实际拍摄出来的这些样张的比对。那我觉得喜欢看照片、爱拍照或是爱录影的人可以多来看一下比对那我觉得这些风格跟色调毕竟都是非常的主观那大家自己看完再去评论了。Been caught up in my mind.
might be over my troubles. Yeah, they've been there for so long now. Suddenly I think of tomorrow. Yeah, since you came around. 那我们最后细节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觉得相信看完之后大家心里都更有个底。但我其实也要说啊，除了上述这2台这个机皇之外，其实有非常多其他的机型，大家也可以去参考。那像是 iPhone 17，他们这次数字系列的版本，以苹果来说呢，这次的规格真的是给的算是非常满。那256GB 29,900起跳 ，Costco 是29,000。那它一样有新的这个前置镜头。那对后镜头来说，如果你没有长焦需求的人，其实可以考虑那一台，价格也是便宜不少。那如果可以考虑三星阵营的话，我们看现在 S25哦，那一台才2万块不到。那 S25 Plus 你萤幕要再大一点，它就26000左右。那规格也是非常好，镜头也是给的很满，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最好的长焦镜头。但是其他的功能性啊，像是这个萤幕高刷率啊，还有这 AI 的功能都一样支援给好给满。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考量点，就是如果你没有一定要追求旗舰机的话，其实他们其他的机种都是非常新，但是价格呢可能也会低了不少。那我自己的建议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卡在某一个生态链里面的话，其实蛮适合就是换厂牌玩玩看，你自己体验过，你可能才会更清楚说你需要是什么，或你适合的是什么。而且现在 AI 功能大爆发的时代，我觉得很快我们对手机上面的应用可能就会开发出很多不一样的革命性功能。那这应该是智慧型手机到现在以来最大的革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苹果正在非常积极的布局这一块。我觉得从今年看到 iPhone 这次不管是外形设计的更新，那甚至在数字系列里面它规格给好给满，那自然我们也看到说现在消费市场的反应是比先前热络了不少。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有一个健康的竞争市场带来的影响。那至少对我们消费者而言，我觉得这些都是正面的。厂商愿意更积极的去提升规格，那我们就可以用更实惠的价格来买到更好的手机。那我蛮期待就是未来这1-2年，可能苹果的 AI 也在准备好之后，市场上面会有什么竞争的形态出来。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析，还有一些这些实际的样张跟比对，说到底这2台机皇可能适合什么样不同的族群，还有它们价格的这些差距呢？这些考量点一起算进去之后，我觉得哪一台是比较高 CP 值的？那当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也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努爹，我们下次面见，拜。